谢啊！大家好，我叫小帕，我是维吾尔族。哎，谢谢。我觉得普通话特别难，真的。我一直在琢磨别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有一个女孩，她在厕所，她问我：“你有面包吗？”后来我才知道，面包是指卫生巾。但依旧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卫生巾这个东西，它就应该因地制宜的在新疆叫馕，在上海叫贝果吧，可能。现在坏就坏在这个普通话好了，而我又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评价我的人，所以我日常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帕，我看过你演出”，因为我会很紧张，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他说什么我都会往心里去，我咬紧牙关，下颌线都会清晰一点，我就这么瞪着他，他但凡说句“小帕你还行啊”，我整个人立马就。我之前也被人给过差评骂过，那段时间毫不夸张的讲，我吃饭睡觉脑子里都是这个人，睁眼闭眼都是他，好奇怪，凭什么他 diss 我，我居然有点 miss 他。英语也还行啊。我日常生活里也这样，之前逛街看到一瓶擦脸油要3500块钱，我当时第一反应，这么贵。我想那买不起，咱们蹭一蹭，看一看，长长见识嘛。我试了一下，才发现无论是质地、包装还是味道，我都好喜欢，但我又买不起，我就开始有点自卑了。好死不死，这个时候售货员问了我一句，他问我说：“哎，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破了防的渣男，本来只想玩一玩，结果陷进去了。但我深知自己配不上他，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诋毁他。他问我：“哎，你感觉怎么样？”我不可能跟他讲穷没有钱，对吧？我只能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东西啊，一般吧，普通，我们村都没人用。我就打算走了，心虚啊！当然走之前为了体面，还留下了一句渣男式的承诺。那句话你们肯定也听过，我说我转一圈再回来。结果售货员人家道行深好吗？他看我要走了，啊，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他这个。还没有结束，我整个人就开始紧张了。但转念一想，大家想啊，我靠说话吃饭的，他今天要是敢骂我，我骂死他。我不光今天骂他，我还要写段子骂他，然后把那个段子拿到台上去讲赚钱，买那个擦脸油。我都想好了，我当时就这么瞪着他。没想到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像 idol。”我就。包起来！我祖上3代都没人用过这么金贵的护肤品。如果硬要说我祖上有可能有人用过同等金贵的护肤品，我唯一能想到的还是香妃。就这个擦脸油，它有魔力，我跟你们讲，我还没有把它拧开盖子往脸上抹，我仅仅就把它攥在手里啊，它就已经开始修复我了。它修复的都不是我的皮肤，它修复的是我脆弱的自尊。我特别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自我否定了。以前别人要是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可能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哭一天了。但是自从我把这个擦脸油攥在手里的那一刻起，胆敢再有人过来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第一反应都是我面上3500。我想炫耀，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包括香妃。但我不好意思，因为炫耀这件事情我也会在乎别人的评价，所以炫耀在我这儿，它就跟暗恋一样，我怕别人看出来，我更怕别人看不出来，所以就只能那天晚上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把那个擦脸油放在一个既显眼又不显眼的角落里，配文只能说一句：“今夜的风有些喧嚣。”这个擦脸油我只舍得用在脸上。因为我觉得脸好看就行了呀，脖子无所谓哦，无所谓，我有的是高领毛衣。所以细心的朋友也能发现我的变美思路大概就是先让一部分皮肤美起来，再把另外一部分皮肤围起来，一些简单的面子工程，把钱花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真的，我每次抹这个擦脸油，就毫不夸张的讲，我会对着镜子以我的下颌为分界线，我只会拿它来抹我的脸。如果哪天不小心抹着走神了，抹到脖子上了，那种感觉太难受了，就跟抹了脖子一样难受。
苦学普通话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刻，朋友们。擦脸油用完了，皮肤上说实话没有太多任何肉眼可见的变化。我琢磨为什么，后来琢磨明白了，面子工程嘛，注定是要烂尾的。我非常反思，我为什么会那么义无反顾地跳入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因为这帮鼓吹消费主义的资本家，他说话是真好听啊！我的天，我都不敢想我父母这么跟我说话。我小时候在家里想要点什么，我说妈，我想要，我话还没说，我妈就是要什么要，就你屁事儿多，别人咋不要？资本家一张嘴，你值得拥有。大家要注意，资本家的每一句话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家里恶语伤人6月寒，外面良言一句3500。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只要稍微在我耳朵跟前良言我2句，夸我2句，我就哐哐干活，加班费都不敢提，钱什么钱？我活的就是一个好评返现。也有人问我说：“小帕，这些陷阱你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还会去买那么贵的擦脸油吗？”我再也不会去专柜买那么贵的擦脸油了，我会用美团闪购，更方便，30分钟就能收到。这句话也标好了价格。有人劝我说：“哎，你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怎么可能？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世界就是在意别人评价的。白雪公主她后妈，整个故事里最有权势的人，没有人敢否定她，她在乎一个镜子的看法。但我依旧羡慕她，她在乎归在乎，她敢直接指着那个魔镜的鼻子问谁是最美的女人。我不敢，我渴望别人的认同，但我害怕被否定。我到了那个魔镜跟前，顶多就是魔镜啊，你忙吧。”哎，这个镜子也王八蛋啊！他跟那个皇后都四目相对了，你说2句漂亮话就完了吗？他还偏要说白雪公主比你更好看，才艺捧一的玩意儿，啥魔镜，顶多算个瓷镜。我尝试跟朋友诉苦我的这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我总是把我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认同之上。我朋友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小帕，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你看起来像是那种会杀人的人。没想到你内核这样不稳。谁杀人是因为内核太稳了呢？那些真的能杀人的人，他也在意别人的评价呀。比如皇帝唐太宗，他也在意魏征的看法。他有多在意？他甚至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为此还写出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的句子。当年学到这儿，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唐太宗天天跑到魏征跟前，魏征，谁是世界上最好的皇帝啊？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只有在别人认可我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还行。所以我会努力在别人面前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真的，今天这个妆我花了3个小时。我的稿子改了60多遍，这身应该是我第5套行头吧？就我真的卯足了劲儿，就这种站在台上，结果上台前导演跟我说：“小帕，你不要太在意观众对你的看法。”那我干嘛来了？脱口秀比赛比的就是观众的看法和评价，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体育竞技类的比赛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吧？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评价一个段子说：“哦，他这个段子10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在意。不光我在意，导演你比我更在意，因为你卯足了劲儿想在爱奇艺面前展示最好的腾讯。哎，就这种卯足了劲儿想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最好一面的，何尝不是一种爱呢？所以这个 CP 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疼爱 CP。感谢你们今天所有的笑声和掌声，你们根本想象不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会有多大。但如果你们不笑，我可能会死在台上。但我死在台上，你们也不用担心好吗？我不需要什么心肺复苏啊，什么除颤120 ICU， 我通通都不需要。找2个嗓门大的在我耳朵边上喊：“小帕，你段子好好笑，像爱豆。”加油，小帕，谢谢。这面维稳之盾，死死地守住了防线。小帕，锁票通道开启。掌声送给小帕。小帕在分阵营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脱口秀是你的盾？因为我特别易碎。真的，
我虽然表面看起来不是这样，但我真的就超柔软。我需要有一个东西保护我，我需要有一个东西能让我躲在它后面，去远离这个世界一小会儿。你表面上看确实不是一个可能特别在乎别人评价的人。我说表面上看，对，我超在乎，其实，我超在乎，其实。你太棒了，简直，哇，太棒了！你知道有一种叫敞开一切拥抱世界，他是敞开一切刺痛这个世界，就是那种感觉。我虽然喜欢别人认可我，但是我不敢跟别人说我希望别人认可我。他就是在那说，我就是需要别人认可我，特别有力量。我觉得脱口秀对你来说，就是它不是个工具，是个武器。我觉得特别了不起，非常的棒啊！谢谢。我刚刚在听小帕讲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在想，你比如说你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你还是会去，比如说会看会听别人的评价。我刚入行那会儿，就是我甚至会把别人对我的好评偷偷的截下来，然后放到一个备忘录里面。那个备忘录的名字就叫强心针，就是那种难过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但现在差不多2年已经不干这个事儿了，因为骂我的人也有那么几个了。因为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这种不好的评价。对，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没有你勇敢，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会选择不看。因为我觉得可能它会影响我的整个人的状态，或者影响我近几天的一个心情，那我可能就选择我就无视，我跟不看了。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比我勇敢。谢谢。我觉得小帕今天表现得非常棒。非常好。首先我觉得所有的人我们都一样，就没有人会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对，所以那你就所谓择善而从，就是你听那些能够给你正向和鼓励的。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处吧，因为我在意别人的评价，好的坏的我都在意。你可能就是一篇 report 就能把我打倒，但你要想让我站起来，也就2句话的事儿，就比较有弹性，就活得比较有弹性。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你说我们说的好话，你是相信的，对吧？坏话我也不想听。他会把咱们话搁在文件夹里啊。那我必须手把着良心说，上一场的表现是我在这个舞台上见过最酷的女选手。谢谢。对，这个是实话。然后今天的话，我觉得整个脚本是很好的，然后谈这个叫什么消费主义陷阱这个话题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话题。但我为什么最后没拍，是我感觉稍有点用力，比较着急啊，尤其是前半段的时候，我有那个感觉，所以我刚才犹豫了半天就没有拍。那我后边想了一下，我非常后悔没拍这个灯。小帕，首先这是超高认可，罗老师说他后悔没拍灯，这个很厉害的。谢谢4位小团的评价，小帕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让全场都炸了的表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小帕的表演结束之后，他能不能直接晋级？请看。那么接下来，毛组的朋友们，抢麦倒计时。哎，我们这么怂的一群人，等着抽球吧。雪冰上次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现，走出了独特的赛道。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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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想听听雪冰对生活的其他分享。小帕休息，掌声欢迎雪冰。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你们好，你们好。还是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胳膊是小时候一次意外，高压电啊，就咱不要紧张好吧？你们紧张，咱是像募捐一样啊。松一下。确实啊，有个朋友刚看到我有点紧张，我也理解啊，可能也不光是因为胳膊，我这个人就是长得有点凶啊，而且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呢喜欢皱眉，一皱眉显得人更凶了。之前其实想过一些办法想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一上台吧，给大家一种可爱的感觉。这就是我想到的办法。我上一轮表现其实还不错，然后讲完了呢，下台就有这个演员呢夸我，说：“哎呀，斌哥呀，演得太炸了，你演这么炸，我们怎么接呀？”我说：“不好接是吧？”他当年医院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今天跟大家聊聊工作，聊工作。我之前呢是在一家福利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给不了解的朋友大概解释一下，福利企业呢是这个由民政部门主导设立的，以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企业。它安置残疾人的比例呢不能低于25%，然后人数呢不能少于10人。实话讲，我觉得按现在脱口秀行业发展的趋势，我觉得用不了几年，咱也能办个福利企业了。这不每年都有新增的残疾人名额吗？对吧？到时候节目就叫《脱口秀和他的残疾人朋友》，喜剧之王单手记，是吧？真的想想就刺激，是吧？到时候让黑灯当董事长，小佳当 CEO， 我给他俩打下手，当左膀左臂，是吧？一般企业啊，就是面试呢是看简历，福利企业不一样，福利企业看残疾证。现在这福利企业，我这个残疾证啊，可比一般的简历啊耀眼多了。什么3岁琴棋书画呀，16岁清华北大呀，我5岁摸高压电啊，相当耀眼。但其实进厂容易啊，安排工作不太容易。确实适合我的工作不多，大部分都是手工活。然后呢，老板想来想去呢，给我安排了一个管理工作，让我管理车间。一不小心还成了领导，应了那句话吗？啥也干不了，只能当领导。刚开始还有点膨胀啊，我心说我当领导，那还不得一手遮天呢啊！干了几天发现不对劲儿，就是个傀儡，没什么实权，每天就是给老板呢跑腿和传话。其实后来知道，老板这么安排也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可能跟车间里的残疾人呢有共同话题毕竟都有残疾证嘛，这叫以残治残。老板说我口才好，让我每天早上呢给这个员工呢开动员会，打鸡血，喊口号。那一半都是聋哑人，我喊给谁听啊？老板脑子转得快，转太快了，他让我学手语。多荒唐！让我学手语。我说老板，你不怕我学完手以后说了上句没下句啊？说真的，当时车间里的很多工作呢，确实是残疾人呢更适合一点。你比如说这个聋哑人啊，就是干活就特别的专注上班时间从来不聊八卦，咱一聊天手里活就停了嘛。当然，车间里呢是这个计件工资本来说的是多劳多得嘛，激发员工的这个工作积极性。但是当大家的工资呢真的提高了，老板又会背后里搞小动作，他偷偷改那个算法，把大家的工资呢再降回到3000块钱都不够买瓶擦脸油的，是吧？真的不得不说就我们老板在降本增效这一块真的从来不搞歧视。平等的剥削所有人，那个工资就围绕着那个3000点涨涨跌跌，时间长了，真的大家有一种看似在上班，实际在炒股的感觉，是吧？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你说就这么不透明的制度，还能有人在这工作10多年，为啥呀？还能为啥？都被套牢了呗，是吧？每天最轻松呢是午餐时间，大家呢围坐在一起聊天特别开心，真的那个画面特别温馨。你就感觉像是杨过领着江南七怪团建，真的有时候我就想，你说就我们这个豪华阵容，那随便找个步行街一躺，不得月入3000吗？是吧？但其实这么想吧，格局有点小了。相比这个赚钱，其实福利企业还给残疾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尊严。当时在福利企业里边，其实很多的残疾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力更生养家糊口，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或者单手而且福利企业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有这个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年嘛，就是很多的企业效益不好都倒闭了，我们厂子愣是靠这个残疾人补贴活下来了现在干得还不错老板现在混得也挺好，有吃有喝。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变身罗琦者必是养了残疾人
最后啊，呼吁一下，我觉得这么好的政策咱别浪费，对吧？我还是希望社会上呢多一些福利企业，多给残疾人一些工作的机会。只要你愿意收留这些折翼的天使，我们就做你的天使投资人。谢谢大家，我是雪冰。哎，我感觉这有戏了。掌声送给雪冰，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雪冰。你选阵营的时候是选的毛，我选的是毛，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其实现在我不小了，我86年，今年已经快40了。我觉得前半生都是在隐藏自己，或者说在就是尽量想方设法的把自己藏起来，不让大家看到吧，因为都有那种就是像病耻感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讲完脱口秀之后，我想开了啊，我觉得我想后半生活得勇敢一点啊，我想突破一下自己吧，勇往直前一点。特别棒，特别棒。大老师开灯的瞬间是喜剧单手记，我快笑炸了，然后大老师就疯了，我真的是笑得我鼻泡都快出来了，刚刚那一下，不是太厉害了。然后还有那个后边那块也太逗了，说那个弄手语有上句没下句。就我刚才纯从逻辑上有点纳闷，因为我没学过手语嘛。如果只有一个打的话，是有一上句没下句，还是会影响偏旁部首，还是就比如说会不会把徐浩伦打成预告 B， 或者是说那个对联只能打上半联，就是下半联没有。这个解释一下，严格来讲，其实是一个手，就是有些词就是打不出来的，没有那么严谨这个段子。他能把悲惨的事儿让我们笑得毫无负担，这个是特别厉害的功力。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他文本是很缜密的，非常缜密的。而且雪冰本身，因为我们是在台上4个人像看连续剧一样，有第1集铺垫之后，其实我们是已经没有负担，然后加上他本身特别有喜感，很亲切，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的一次比赛。上一场你表现也特别精彩，哎，感谢。然后这场比上次还有突破，因为一般选手们打比赛的时候，战术上会把第一场弄最强的，比较炸的一个，然后第2场会下来一点点。对，但他第2场更强，所以我期待你后边一路能越来越强。好，感谢。重点是在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哎呀，就是有一个给人力量，特别释放。因为很多那个脱口秀还有讲笑话、幽默都是先制造紧张感，然后释放。你直接上来就有一个这个是吧？对，直接一点嘛。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老师，我还最后说一句，雪冰，哎，我最后再说一句吧，就是我觉得给我们这个毛阵营的加个油吧，就是鼓个气儿吧，咱是毛啊，怕什么呀，对不对？咱得干他们盾呐，是吧？希望大家后边给点力，好吧？来，小帕回到场上，我们来看一下毛阵营和盾阵营晋级的局面会不会有所改观。来看一下小帕和雪冰得票情况。雪冰的赢了，我觉得小帕赢。我觉得不准。哦呦，好了，回去坐着吧。恭喜小帕274票成功的晋级到下一轮，雪冰266票，非常优秀的成绩。再次把掌声送给雪冰和小帕。